男人苦练铁砂掌2年半，轻轻一拍就将身上的汗水全部震散。然而就在他准备结束练习时，身后的沙袋里却突然传来了动静。凭借多年的习武经验，烈海王将手掌轻轻地放置于沙袋之上，却不料下一刻，里面竟传来了一阵人类的心跳声。来不及思考，烈海王一记手刀就将沙袋劈开。可万万没想到，里面藏着的竟是奄奄一息的加藤。很快，加藤就被送往了医院。同时，这个消息也轰动了整个神心会。大会上，克斯强忍着愤怒宣读死亡报告：四肢粉碎性骨折，鼻梁、颈椎、肋骨等多处骨折，牙齿缺了28颗，大脑严重受损。每说一字都仿佛针扎一般刺痛着神心会成员的心。然而这还只读了不到1/10。余地克斯愤怒地将报告摔在地上。神心会不是慈善机构，更不是教育集团，所以他们解决问题的办法很简单，那就是干死多利安。于是克斯当即宣布将多利安的照片印刷500万份。他要动用整个神心会的门徒找到多利安，而此时还浑然不知危险即将到来的多利安正悠闲地吃着西餐，可一旁的服务员却直接揭穿了他的身份。见此，多利安拦下一辆出租车准备开溜，却殊不知从追杀令发布的那一刻起，全国就有几百万双眼睛在监视他。神心会成员遍布着东京的各种职业，他们的目的全都是为了给加藤复仇。身陷重围的多利安此时也放弃了抵抗，没过2分半钟，司机就将他带到了一个游乐场。看着眼前数以万计的神心会成员，多利安却没有露出一丝胆怯，反而还嚣张地摆出了战斗姿态，并且多利安表示他一个人打1000个没有问题。听到这话的神心会成员都认为他在吹牛逼，却不料下一刻多利安一声怒吼，直接将在场的5万名成员全都吓得呆愣在原地。因为神心会的规矩只能是1对1单挑，而狡猾的多利安也恰好利用了这一点。看着多利安那副嚣张的嘴脸，司机终于忍不住率先出手了。狂风暴雨般的拳头瞬间倾泻在多利安的身上，可无奈由于实力差距太大，多利安在化解攻击的同时，仅用一拳就将司机给打上了天。神心会的成员们瞬间震惊了，见此多利安也变得愈发嚣张，并表示神心会的成员全部都是一群臭鱼烂虾。说罢便大摇大摆地走进了游乐园，因为直觉告诉他那里会有更强的敌人。很快多利安就坐上了旋转木马，然而正当他玩得不亦乐乎的时候，突然一道黑色的身影闪过，二话不说就将老头一脚掀翻，而来者正是神心会3段末堂后。新進会館3段水道敦ってもんだ。